今天驱车前往平陵，本来其实是要前往别的地方，但因为中间一度走错路，时间也随之往后。后来怕太晚下山，所以就在附近搜寻到了姜子寮瀑布。我们现在在的是姜子寮瀑布，然后右手边呢，这边非常多停车位可以停，然后有一个凉亭，右手边这边是厕所，而且那个厕所蛮干净的。然后现在是在平陵，刚刚从台北那边开车过来，大概是半小时。然后我刚刚是导航这个姜子寮绝壁古道。所以你们打姜子寮步道或者是姜子寮绝壁，应该都会找得到这个点。步行好像是20分钟左右就可以看到瀑布，但是以我的脚程，我不知道我会走多久。我先看一下现在的时间，现在是5点37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喽。然后你们从那边走过来，看到这个，还有这个牌子，就可以往上走。790公尺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姜子寮公园，这边可以停更近，各位朋友，你看，哇塞，在这边停不就更好？少走一段。嗨，请问你知道姜子寮瀑布在这吗？瀑布不是在这里，要不然你就去看那个绝壁嘛，哎，去看看。哦，去绝壁那边啊。对，好 ，OK。你们是走路上来吗？没有，我们车停下面。对，那就这样走上来，就往那边走就是了嘛。对对对，绝壁也不错啊。好，谢谢啦。刚刚遇到一个岔路，然后我们走右手边，然后这边现在又有一个牌子，所以应该走这一条就是对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往上走。好，试试看。刚刚遇到一个大哥，大哥说再往上走有绝壁跟瀑布。绝壁跟瀑布，应该走个10几分钟会到。10分钟吧。好，继续前进。哦，它这个是有阶梯的，应该是蛮好走的啦。相比刚刚他们讲的那个泥泞地，这边应该是不错。我们听到这个潺潺流水的声音，都有这个栏杆可以握。舒服欸，我最喜欢这种很晚的时候来了，然后找那种。你就是应该找这种，有找这种时间点。对啊，找那种走很快的地方。这边的溪很干净哎，那边有鱼哎。看啦，有哎，好大只哦。它这个都是那种石阶的感觉，然后现在再往上一点点小陡，但是我们刚刚一路来都蛮平稳，蛮好走的。然后这边规划的都算蛮好，目前最陡的就是这一小段。然后你停在那个路口处，走上来760公尺的很近。如果你觉得累的话，你看它旁边两侧都蛮多那种椅子啊。这个桌子跟椅子还不错，感觉越来越近瀑布了。棒！我觉得这个步道感觉是很舒服、很好走，然后又不会很阴森的那种感觉，蛮舒服的。我猜应该是这个瀑布啦，但是应该是枯水季，没有很大。对，就是这个瀑布。看我们已经走一走10几分钟就到了，舒服欸。它规划的走道都蛮好的。水今天没有很多，可是看得出来下面很清澈吧，很不错。看哥在干嘛？哥又要飞空拍了，好刺激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还忘了带线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要飞的影片消失，只好没有空拍画面看了。对绝壁没有抱持着任何的想法，结果现在看到觉得太酷了，是不是很壮观？你来现场看，超美的。看这边真的很友善呢，这边好多那种可以坐着的地方，很棒哦，哥哥。姜子寮绝壁，赞。我们刚刚从下面停车的地方，真的走上来不用20分钟蛮简单的，而且路上都没有什么泥泞路，我觉得随意的鞋子就可以了。只是它这边就是不能下水，不要越线，知道吗？这算是一个小步道，所以走了20分钟出来踏踏青，我觉得蛮舒服的。他带小朋友也可以，我们刚在路上就有遇到一个爸爸带小朋友来，所以呢，亲子都很适合，推荐你们哟。那我们要准备下山了，现在已经大概6点半了吧？我们其实大概5点45上山的，然后上来拍拍照，我觉得45分钟。对，对。我觉得这边待1个小时差不多，很不错的小景点，可以出来踏踏青，放松一下。就这样啦，拜拜。那看到很多萤火虫哦，可是
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？哇，好多只！可有看到吗？你看我镜头已经看得到了。看到了，上来上去。可爱。我们现在在路边看到那个萤火虫，但是不好拍，所以等一下跟你们分享一下画面就可以了。这样啊。我们到那个江子翠，不是江子翠，公山会。最简单。江子寮绝壁，聊大绝壁大绝壁哦。上面。哇哦，有没有挺美的？